分。是。接着玩，接着玩啊！玩起来。老板，生意兴隆啊！吴爷，这是这个月的。谢了。哎呦，请。玩着玩着，各位玩着啊，玩起来，给我赢点啊！看什么看？走，干嘛呀？进去，给我进去！回来了，秦捕头，刚才给了呀。银子呢？给你。秦捕头，是不是我给少了？要不我再给您添点？老板，是我管教不严，多有得罪。诸位，你们给我听好，无论以后是谁，再打着我秦朗的名义招摇撞骗、勒索钱财，立刻报官。我说明白了吗？说清楚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来，接着玩，接着玩，来，继续玩，继续玩！呀！这是啥玩意儿？啊，这说了半天，这秦朗以前就是捕头。对，没错，就是咱这儿的捕头。那怎么混到这份上了？这不前2年嘛，剿匪，蔡永昌不让他去，他非得去，带了一帮人，然后呢，众人埋伏了，全军覆没，就他一个人回来了。您说说？哦，以前干捕头的时候干怎么样啊？好，干得非常好。那怎么被贬了呢？那点事儿嘛，下级不听上级的，不听话。那您看，头喽要钱那俩，那是什么人？那俩小王八蛋，一个是他的把兄弟的小舅子，还有一个就是一混混。这俩小子到处招摇撞骗，就借着这秦朗的名义，百姓是敢怒不敢言。这秦捕头自己是个正义之士啊，他也是够糟心的。这个，哎，我们这地方是小事儿啊，没人管；大事儿啊，没人敢管，人人自保。哎，大人，我可不是那种人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大人啊，那这秦捕头为人到底如何呢？正直，非常正直，好人一个，我们都相信他。明白了。哎，大人，哎，这女子我好像见过。她叫黄爱玉，我们这儿的。她男人前2天刚死。哎，对了，他们家就住府衙附近。哎，她男人怎么死的呀？正常死亡啊。怎么个正常死亡？就是睡了一宿觉，第2天早上就死了。睡一宿觉，第2天早上死了，这叫正常死亡啊？对，检查过的。谁呀？庄仵作，我六舅。你六舅？对。我知道了，就是他说的，邱燕飞是死于水缸溺水那仵作。对，就是他。死于水缸溺水，好像这不算是正常死亡啊。嗨，我们这儿的事儿没法说。这黄爱玉平时跟街坊邻里相处的怎么样啊？相当好，为人也不错。好，大胆，哎，请您帮个忙啊！您说，您把有关黄爱玉的亲属关系、家庭住址等等等等，给我写一份明细交给我。好嘞。还有，差人赶紧帮我去请秦捕头。好，我亲自去。有劳了。应该的。您请。
您说让我回去，又当捕头？对呀，这可是我亲自向知府大人推荐的，而且知府大人也满口答应了。我怎么记得，当年我被革职查办那会儿，同治大人可是举双手赞同的呀？你看兄弟，你真不会聊天，你怎么？那个时候不一样吗？而且这蔡永昌那是什么人啊？他那小子……同治大人，麻烦您回去如实转报，就说我秦朗不伺候无能之辈。哎呀，兄弟，你这个可是有点给脸不要脸的意思了啊！你说什么？谁啊？一边去！你，哎，你看，我说，你们这，你看，你这是要造反是吗？这是啊？不敢造反，毕竟没逼到那个份儿上。那就是威胁我。不敢。好，不敢。哎呀，要说这儿的菜做的可是真一般呐。要说菜做得好，还得说你们宾满楼属这个。谁都知道宾满楼是您的。哎呀，可是咱这宾满楼这官兵手续，它是不是齐全？你说是不是？这个这点同志大人尽管放心，宾满楼向来是做正经生意的。正经生意，正经生意好啊！那就祝你年年发财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兄弟，那个事儿你再想想，你再想想。你先吃着，啊，再想想，再想想。哥，这狗官怎么在这儿呢？有屁就放。哥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你别总骂我了，行不行？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屎。打今儿起，我就把它给戒了。你以前吃啊，五子，你滚一边去！我说正事儿呢。哥，我知道呢，平时没让你少操心。哎，今天晚上我姐在酒楼做了一桌好吃的，感谢你。这话我是带到了，去不去那就是你的事儿。如果你要是让我姐白忙活了，我就该吃什么吃什么去。走，赶紧的。你都是按我说的办的？全都是按您吩咐办的。哎呀，一个字儿都不带差的。行，不来不来吧，人各有志，咱不勉强。啊，知府大人，您为什么让他回来呀？这小子呀，性格古怪，他要是回来呀，有您闹心的。人家都不回来了，你还说这没用的干什么呀？啊，是，那卑职告退。秦大哥，嫂子敬你一杯。你大哥的死不怪你，你别太自责了。你秦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。拿得起放得下，别让别人看扁了。这家酒楼是你们几个兄弟的心血，谁都代替不了你。所以嫂子想请你回来。嫂子，我……哎，哥，你就回来吧。
那捕快有什么好当的？还有那个狗官蔡永昌，早晚把他给大卸八块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对呀，哥，你回来吧，我求你了。你说你在外面天天瞎晃，你让我们几个怎么办？我一回到这儿啊，我就想到我大哥。哎，就你心疼，就你难受，就你自责是吗？我姐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想怎么着？难道我们就不心疼吗？你看你，天天跟个要饭的似的，哎，晃来晃去的，你想让我姐难受死是吗？秦大哥啊，这么一大间酒楼，你就真的忍心让嫂子一个人扛吗？嫂子，我真能回来吗？嫂子刚才就说了，这家酒楼也是你的。哥，来。哥，你要是回来了，我就答应你，以后我们都听你的。你还想不听我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听我的，2条腿给你打折了。那我给你抓一只蜈蚣精回来，那全是腿，全让你打折，怎么样？胡子，哎，大哥笑了，大哥笑了，那就是答应了。那，咱们快吃饭吧。快过来坐，胡子。哎，姐，我能尝尝那红烧肉吗？就你馋，吃吧。哎。夫人都睡了，走，走。今儿啊，这夫人到了东厂府，怎么变得聪明了？这是。老爷，我觉得你现在不仅拼体力，还得拼脑子。可不是嘛。就是啊。哎，老爷，咱怎么甩掉何子峰那小子？不甩，让他跟着呗。就让他跟着一起看小寡妇。看呗，爱看什么看什么，走走。来哥，我敬你一杯。啥也不说了，就是想你。我老打你骂你，你不恨我呀？哎呀，我像五福的人，那你怎么说我那都是对的。哥，来，我敬你。婶儿，站稳，不要哆嗦，站稳。婶儿啊，站稳呀！婶儿啊，蹲下，蹲下。我蹲不下去啊，老爷，要不你跳下来吧？太高了，老爷跳不下去啊！哎，我太胖了，我蹲不下去啊！使劲蹲！你这不是蹲下来？蹲是蹲下来了，老爷，我是起不来了，搭把手吧。你个废物！哎呀，小点声。
老爷，这就是你说的事关人命的大案啊！心儿啊，你要说捉奸也行啊，不过老爷这个奸是给别人捉的。给谁捉的？死人呀！死人？哎，那死的这个上。老爷，我快坚不住了，小儿站住！好，这呀！起来，老爷，我是真起不来了。你这个废物！小点声，小点声。老爷，这次你都看见什么了？看见好事了。什么好事啊？家父刚走，家父走了，还有什么看头？家父一走啊，这个娘们在院里头烧纸呢。那娘们烧纸更没看头。不对呀，老爷，这是什么风俗啊？不都是在路上烧纸吗？这怎么在院子里烧纸？那死的人能收着钱吗？爹呀。所以这个娘们她心里有鬼呀！哎，老爷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娘们她有奸情呢？星儿啊，你记得上次老爷头一回见着这个娘们，她这个校服里头啊，穿着一件红兜兜。红兜兜？凶手吗？啊，没有，不行。快起来吧，再骂那夫人就行了。这还要下雨。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你没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没笑什么，就是没笑什么。老爷，你笑什么？你管我笑什么？哎，对了，老爷。这个红兜兜跟这个人命案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糊涂啊！他爷们死了不到7天，他这个衣服里头穿个红兜兜，你不觉着他爷们死的蹊跷吗？老爷，这事确实有点蹊跷哈。这做贼抓赃，抓紧抓爽，但他现在就是一个人啊，咱也没有证据啊。星儿啊，天公作美呀！真美呀！星儿，快回家，多叫差人，走。跑得还挺快。
大哥，恁继续，不好意思打扰了哈，哎，灯给恁留着。但那破东西不觉得闷呀？摘下来透透气，别装神弄鬼的了。怎么着，还想会会我的刀法吗？怎么样？我刀法还行吧？别硬撑了，还能藏得住吗？还能跑？你是谁？你别过来！你别杀我！你别过来！你是耿大吗？耿大！
大吗？再热闹点，再热闹点。耿大，我知道你死得冤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呀。你知道我胆小，你不要吓我。我说，我什么都告诉你。啊！你还可以换面具。来呀，带人犯。带人犯。堂下所贵何人？民妇黄爱玉，叩见知府大老爷。范妇黄爱玉，你可知因何本府将你缉拿到此？民妇不知。当真不知？民妇只知道，昨晚老爷夜闯我家，装神弄鬼，吓唬民妇。哦，好。
那本府再来问你，昨日见到鬼魂之后，你又说了些什么呢？民妇当时惊恐万分，说了什么？不记得。不记得不怕，本府找人替你回忆一下。来呀，带证人刘喜。小人刘喜儿参见知府大人。证人刘喜，将你在昨日晚间所见所闻，同时再说一遍。是大人，小人昨晚前往华爱玉家中，亲耳听到他说耿大死得冤。耿大，我知道你死得冤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呀。你知道我胆小，你不要吓我。也就是说，你确定昨日晚间看见一个男人从范父家中走出，而且在见到鬼魂之后，你亲耳听到范父黄爱玉说出自己勾结奸夫、谋害亲夫一事，对吗？正是。黄爱玉，你还有何话讲？有。如果民妇没记错的话，这个证人就是知府大老爷的家仆吧？是又怎样？难道你还要诬陷本官勾结家奴陷害你不成？大人，那天民妇曾于夜晚在街边为亡夫烧纸，您还记得这事儿吗？当然记得。那大人可还记得那天晚上您调戏民妇一事？大胆黄爱玉，本官见过你确实不假，何曾有调戏一事？不许在公堂上胡说八道。是啊，那天晚上只有大人和民妇2个人，是否有过调戏，无人能够作证。可是民妇想问大人，无缘无故的，您为何要带着您的家仆去我家探案呢？那是因为大人看到你的红肚兜了。哎，那大人是怎么看到的？他这。还有这种事儿？假的呀！这成何体统？就是他是假的吧？这我哎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视啊！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老爷去抓那个小寡妇？我也是刚刚听说的。老爷把她抓回来了，正审着呢。自己去抓的？老爷跟刘喜儿。那子枫呢？怎么半天没看着他？他一晚上都没回来。那你就等了他一晚上，一夜没睡？没有。还想瞒得住我？想当年，我就是这么一夜一夜的等着老爷办案回家的。可现在呢，他却瞒着我，半夜去抓那个小寡妇。范父黄爱玉，你可知诬陷朝廷命官，罪加一等？民妇并没有说什么，公道自在人心。那，你可敢让本官开棺验尸啊？啊！这是什么话呀？下葬不能开棺验尸。大人，家父病亡刚满7日，您便要开棺验尸？太过分了！死者为大人。也罢，民妇自知无力阻止，悉听尊便。哎呀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！对呀，这太过分了。是啊，欺负一个弱女子。对呀，走了一个贪官，又来了个糊涂官，这东昌府啊是见不得青天了。来啊，即刻赶往坟地，开棺验尸。大人来了，站开！大人来了，站开！来了，你看，真的。死人大人。
爸爸，挖，开始了！要是挖吧，看着能挖出什么来？就是让死吗？哪有这样做官的？是啊。怎么这样的事儿？太过分了！这要查不出什么，看他怎么交代。是，看他怎么交代。可以。老杨，是不是有点大了？那还不是你弄的，这都是你惹的痦子。俺就是实话实说的，实话实说，你得分个时候啊！你这怎么弄？你把老爷逼到这个份上，你看见那个坑，一会儿出点事儿就把你埋了。老爷，俺不是往一边站着。行了，放下吧，我来。我来吧，我来。笑什么呢？啊，那人醒了。醒了你不早说。多谢兄弟，不客气。哎，兄弟你醒了，多谢大哥出手相救，请恕在下。哎，别，你坐。坐。哎，秦大哥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啊。有劳大嫂。兄弟，昨夜你与那怪人交手，啊，还被这只毒蜂蛰伤。毒蜂？你还记得被他蛰伤之后都发生什么了吗？我隐约看见，那个怪人可分身与我打斗。他那张脸起初不见真容，只有蓝光闪烁，之后便换了一张极其可怕的脸，直接扑向我，撕咬我，我根本无力反抗。这些画面我都没有见过，想必是你被他蛰伤之后产生的幻觉。幻觉？可那也太真实了吧！哎，差点忘了，敢问大哥尊姓大名啊？啊，在下秦朗，是这个宾满楼的半个掌柜的。掌柜？怎会有如此好的身手？我哥以前是捕头。虎子，原来如此啊！那您二位是？像我，葛春。哎，哦，还没请教兄弟你，在下贺子峰。我是。哎，走啊，咱们快去看看这新来的知府刘墉啊！听说要开棺验尸了。啊，看看去，走。快点，抓紧时间啊！哎，说你呢，赶紧的，快点，快点，赶紧的！更大，快吐一下，吐下！更大！行了，松开了，别闹了。你的命好苦啊！更大，放开我！更大！老天爷呀！大人，孟南已经准备就绪。有劳邱仵作。邱仵作，怎么了，大人？小心。嗯。
别挤了！哎，这里面没人啊！别挤了，别挤了，别挤了，别再往前了，往后退！哎，说你呢。大人。